最近几天，再也看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：2025年中国国考报名人数暴增至325万人，而且最夸张的是，有一个岗位1.67万人在抢一个萝卜坑。这个数据背后反映的社会现实，今天咱们好好聊一聊。首先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325万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吓人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数字比去年整整暴增了34万人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而且呢，最让人窒息的是，2025年国考总共才招录3.97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平均83个人才能录取一个，竞争强度之大令人窒息。更夸张的是，在某些热门岗位，竞争比例都已经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。像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那个岗位，招一个人啊，结果报名的人数直接冲到了16702人。大家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些人挤破头抢着进体制内，难道不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社会现象吗？当然了，有网友可能会说，这个岗位报名人多是因为门槛低，但是再也告诉大家，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岗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而且专业要求还挺广的，从哲学到工学都可以。更重要的是，还要求有中英互译和口语交流的能力。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挤破头去报考呢？再也观察，这背后反映了几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。第一，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就业形势极其严峻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今年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高达 21.3%， 也就是说，每5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挤破头也要往体制内钻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第二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。大家看看这组数据，2023年中国境内外资企业数量比上年减少了 5.4 万家，减幅达到 8.7%。 民营企业的情况更惨，1年之内倒闭超过460万家。面对这样的经济环境，谁还敢在私企打工？第三，体制内的铁饭碗诱惑力越来越大。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公务员工资都在降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公务员除了工资，还有大量的隐形福利。从住房补贴到医保待遇，从年节福利到退休金，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。最让人感慨的是，大家知道现在考公务员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清华、北大的高材生、海归博士，甚至连斯坦福博士都来抢这个铁饭碗了。去年就有一个斯坦福应用物理博士，最后去了安徽萧县当了一名普通科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考公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2025年国考还有一个重大变化，政治理论考试首次成为单独的考试部分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以前呢，政治理论是融在行册里边考的，现在专门拿出来考，而且重点考察什么？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个变化呀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我观察到一个数据，在今年163个零报名的岗位中，有110个岗位要求应聘者必须是党员或者共青团员，还得有基层工作经验。这些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在选拔公务员的时候，政治标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大家发现没有，今年新增招录的公务员岗位中，税务系统占比高达 58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在经济下行、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，政府部门反而在加大收税力度。这不是在杀鸡取卵吗？有意思的是，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，2020年到2025年这5年间，国考招录人数变化是这样的：2.41万、2.57万、3.12万、3.71万、3.96万、3.97万。今年增加的这160个名额，说实话，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。你想啊，
325万人去抢3.97万个名额，这录取率才 1.2%啊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，各地财政吃紧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扩招公务员呢？根据财政部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92万亿元，但今年公务员招录规模不减反增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政府在用举债养人来维持社会稳定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至少有12个省份的地市级政府出现了公务员工资发放延迟或者减发的情况。但即便如此，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不减反增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考公务员的代际效应。在野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，说95后、00后考公比例远高于80后、90后。具体数据是这样的，在今年325万报考者中，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高达 47.2%， 这个比例比去年提高了 5.6个百分点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越是年轻的一代，他们对未来越没有信心，越倾向于选择一个稳定的、不会爆雷的工作。有网友说得好，我们这一代人连打工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这句话虽然有点自嘲的意味，但确实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地域分布的问题。根据报名数据显示，除了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之外，很多2、3线城市的报考人数增长更快。比如说某个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，今年报考人数同比增长了 52%， 这个增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因为在2、3线城市，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，就业岗位更少，而且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差。根据商务部的数据，2023年有超过 78% 的企业破产案例发生在2、3线城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考公务员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唯一选择。还有一个数据让人很心酸，就是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，报考者的学历反而越高。比如在某个西部省份，去年招录的基层公务员中，研究生学历占比达到了 56%， 这个比例比东部沿海地区还要高出近20个百分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经济落后地区，高学历人才的出路更窄，他们不得不选择考公务员这条路。对了，说到高学历，最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据统计，在今年的报考人群中，有超过2000人是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。这些人里面不乏牛津、剑桥、麻省理工这样顶尖学府的毕业生。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，回国考一个普通公务员呢？这不得不让人深思。有分析认为，这可能跟国际形势有关。随着中美关系紧张，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。但是在野觉得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民营经济的持续萎缩。你看看，前几年那些互联网大厂动不动就年薪100万的高薪岗位，现在都在裁员降薪，谁还敢指望呢？最后，在野想说的是，这种考公热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很大。你想啊，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往体制内挤，谁还去搞创新？谁还去创业？难怪现在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名持续下滑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，中国的排名比上年下降了2位。看着这么多年轻人挤破头往体制内钻，看着这么多高学历人才在基层蹉跎岁月，看着中国的创新动力在慢慢消退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或许正如一位网友说的那样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失去了追梦的勇气，只剩下了寻求庇护的本能。大家怎么看待这些现象？
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